小的吗？要不要被时光吞没掉？黑暗无声消失的人，也曾渴望白日里活。被命运束缚的一个我，要怎么挣脱？谁在耳边说我注定坠落？那就燃烧我，燃烧我的执着，苦海里翻涌，眼中灌下多少灼热，无人知道的，或许在纠缠着黑暗里无声，微光终于化作重生的火。分封后，监视你的主子，传消息给景王府。不听话，你就会跟阿呆一样死去。谁啊？监视你的主子，你以为烫伤是意外吗？这10个吸烟美人，除了身份造假之外，手上竟然有一样的烫伤。将军，为何不将他们抓来一并审问？事关和亲大局，如此兴师动众，恐怕不好收场。我们得逐个调查。10个美人烫伤，都在右手手腕，这明显就是有人故意的。梅林手腕也有烫伤，为何不在这名录之中？将军，属下怀疑这些事情与景王有关。属下查过了，10个美人烫伤之时，荣安殿的旧人刘嬷嬷都在现场，定是景王指使刘嬷嬷烫伤美人。这些美人马上分封进入大言官员府邸。说是，莫要乱猜。属下并非胡乱猜测。自从美人进入鸿胪寺，景王就老往鸿胪寺跑，还为梅林做出了许多荒唐事。依属下看，景王定是以宠爱梅林为由，借机联系探子。若是将梅林抓来审问，定能问出些什么。老爷，李青果然被藏在西山矿场之中，矿场内偶有矿工闹事，李青就关在闹事矿工的地牢之中。西山矿场的庐陵军守将杨震早已暗中投靠了太子。张印这招灯下黑，够大胆。那我们岂不是要在太子眼皮底下抢人？我若是扮作侍卫的话，肯定会引起太子注意的。看来掳走李青还是要从长计议啊。王爷，鸿胪寺来信说，殷将军查到刘嬷嬷烫伤美人，梅林姑娘也被秘密请入将军府中。不知殷将军找我有何事？审一个美人，不劳烦殷将军亲自动手。你不是普通美人，你是吸烟探子。按大言律，探子要受炮烙之刑。将军说我是吸烟探子，可有证据？这便是证据。将军误会了，这个伤是我下厨的时候不小心烫的。
说，谁是你的主子？是不是景王？人人皆知，梅林是景王的人呀。你以为你凭什么受宠？无非是你这张脸，与我们将军有几分相似罢了。将军凭什么动私刑？就凭你不配用这张脸！住手！将军，你滥用私刑，丢的是本将的脸。这次事情按违抗军令处置，自己去领20军棍。若还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将军，他是景王的人。出去。是。殷将军，我不是西燕探子，还请将军明察。你这伤是怎么来的？我不小心烫伤的，是个意外。什么意外？将军想问什么，问本王便是，何必要大费周章的把本王的美人请到这里来？他对本王没有秘密，毕竟美人身上有几颗痣，本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本将接到密报，有人逼迫西燕美人做探子，监视朝臣，手腕上皆有一样的伤疤。他是你的人，他自然是本王的人。你知道本将在问什么？好吧，那些美人是本王烫伤的。为什么？鸿胪寺人人都知道阿梅与本王的情谊。有人故意嫉妒使坏，烫伤阿梅，本王自然看不过去，必须要以牙还牙的报复回去。你不用拿他当借口。景王不是会参与这种事的人。本王是真心实意的爱阿梅，自然舍不得她受半分委屈。你不是耽于情爱之人。往年德家皇后唠叨那么多，人长大了，总是会变的。方才殷将军说的密探是怎么回事？太子拿你没办法，便仿照你的烫伤，借机诬陷本王，利用西燕美人笼络朝臣。觊觎储君之位，那些美人会不会有事？本王赢了，他们便不会有事。王爷已经想到办法了，杀张印就可帮我们破局。需要坐镇，才不会让太子察觉端倪。还有，无论发生何事，首先要保证梅林的安危。王爷放心，梅林姑娘武功高强，此事对于她来说再简单不过了。现在离破局就只差一个人证了，一个父皇信任的人证。禀王爷，殷将军来访，已在后院等待。人证不请自来了。自从你离京以后，我便再也没有来过这个院子。这棵梅树，还是你亲手种在这儿的。明明是将军强迫本王种的。那年比剑，本王输给了将军，将军便不依不饶，非要逼本王在这里种下一棵梅树。景和，你真的从来没有想过，比剑只是借口？我不相信你烫伤美人是为了讨好梅林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本王啊，想要那个至尊之位。那个位置向来能者居之，若是景王心智不变，大可正大光明的去拿，何必利用谢烟探子走了歪路？哼，殷将军多虑了。无论本王走的是哪条路，始终行走在大炎的土地上，绝不会做任何危害大炎社稷之事。那些吸烟的探子到底怎么回事？殷将军可还记得我们曾经打猎的钟灵山？3日之后，殷将军若是赴约，自会知晓。是我的失职，待我抓回张印，再跟王爷领罪。派出所有人，务必抓活的。是。什么？他还活着？他从景王府逃出后，往城郊据点去了。好个张印，竟能骗过本宫，还从景王手上逃了出来。带上所有人，这次本宫要亲眼看着他死。是。钟灵坡，张印就在那儿。碧气血只能撑1个时辰，剩下的就靠你了，王爷。殿下，这下死透了！快把尸体带走。是。老三又来晚了。这一局是大哥赢了，不过没有人会一直赢。你竟然利用了我梅！大哥可以利用殷将军做吸烟探子局，本王自然也可以请殷将军做个人证，太子灭口张印的人证。那支箭可打着东宫的标志呢。张印不过是一介下官，就算拖尸体到了父皇面前，他也未必会听你的一面之词。一具尸体自然动摇不了东宫之位，但却可以在父皇心中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。文华阁失火一事是由大哥一人督办，若是被父皇知道是大哥杀人灭口，大哥苦心经营多年，又何必在父皇面前自毁形象呢？所以，你想谈什么条件？果然还是大哥了解本王啊！只要大哥出手解决吸烟探子一事，本王今日可以没有看见张印，咱们一人赢1局，如何呀？大哥，你不亏。时至今日，其实大哥都没有想过要把你置于死地。是啊，不过是想把本王赶回京北罢了。只是本王与太子的比试还未完，怎么能先下擂台呢？
殷将军，本王在此。落梅怀疑大哥，就是父皇怀疑大哥。大哥真的不在意吗？多谢大哥成全。把猎物抬到靖王府。我们的人即刻隐蔽。是。太子殿下怎么在这儿？大哥是本王邀来的。本王遭人暗算，心情抑郁，只有大哥能帮忙排解。做哥哥的替弟弟分担解忧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嗯。这靶场咱们有多久没来了？大哥，你知道我现在无心叙旧。太子殿下，西烟探子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兵部侍郎甘宁设局陷害三弟，他误解了我们兄弟之情，以为景王回京是为了争储，想将三弟赶回京北去。虽是甘宁自作主张，三弟终究是因为大哥受了委屈，大哥在这里向你赔不是。本王的郁结，果然只有大哥能解。不如像以前一样，两位殿下再比一场。洛梅，我们都知道，在这靶场，我向来是输家。太子殿下也赢过，唯一的那一次，是因为你。想赢，就光明正大的赢。本王认输。若不是大哥相让，我赢不了。赢不了的局，逼他做什么？没意思。本王郁结已解，就不打扰殷将军和太子殿下叙旧了。我此生唯一不能输的就是你，洛梅。狗奴才！你们给大皇子用的什么弓啊？是我自己挑的。他们就是见你好说话，所以才敢偷懒的。用我的。玄烈哥哥比你厉害多了，换把好弓，准能赢你。再试试。好，咱们再比。洛梅，我赢了。看吧，我就说你比不过玄烈哥哥。还是老三厉害，这次只不过是大哥运气好。大哥好剑法。不过大哥，我迟早会超过你的。洛梅，
你帮大哥赢了我，我都没生气，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？父亲说，军营是男子大的地方，以后不准我来靶场。凭什么女子嫁人之后要在后宅终老？哼，我偏不嫁。洛梅，你放心，等我以后当了大将军，就带你上战场，保家卫国。而且，一个比男子还要厉害的女将士，本将军怎么会拒绝呢？真的？那可说好了。一言为定。保国安邦，护我大言。护我大言。保国安邦，护我大言。保国安邦，护我大言。当年若不是你赠功，我怎么能赢？太子殿下剑术高超，你要想赢便能赢，与洛梅无关。我若想在后宫里过安稳的日子，就只能一直输。人人都道我好福气，我母妃出身卑微，生我时难产而死，而我却能在德嘉皇后的膝下长大。母后对我很好，可她对我越好，我越受罪。荣安殿的那些奴才，从小就怕我这个皇长子抢了他们小主子的风头，处处针对我。其实我早就知道那张弓是坏的，因为你，我第一次可以光明正大的赢。自那时起，我就希望有一日可以站在你的面前，告诉你我的心意。太子殿下，平南军守卫的不仅仅是那个位子，更是大研的疆土和万千百姓。洛梅拼得一身军功，只为做大研的纯臣。洛梅不愿，也不会做你们夺嫡的筹码。我想赢的不是平南军的军权，而是洛梅你的心。你可知道？你的志向我从来没忘，老三随口答应你的事，我替你完成。我说过，就算你做皇后，军权仍然归你，你仍是殷将军。我绝不会将你困在后宫。若有违诺言，这卷诗书，将军可公之于天下。殿下的心意，洛梅承受不起。王爷吩咐，让梅林姑娘在此等待。王爷赢了，是我们赢了。那些美人没事了。您放心，本王会想个办法送他们回西燕的。你受伤了，为何不穿金丝软甲？我是故意的，不然瞒不过太子。
就是小伤，不碍事。这是军中的伤药，可能会有些疼。王爷，我不怕疼。疼吗？没事，小伤而已，死不了。不怕死，不怕疼，你这人就没什么怕的吗？我有怕的，我怕我阿娘。人有牵挂，才会惜命。本王记得你说过，你的簪子是沟通阴阳之所。本王相信，你娘在天上看到你这么拼命，也会担惊受怕的。你谁呀？谁？出来！谁在那儿？出来！谁在那儿？张大人，你是？张大人不记得我了。威北军先锋营庞七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你也死了。认罪！向威北军每一个人认罪！唐都统，我知错，我认罪。向他们认罪！是。魏北军戍守六城，我认罪。魏北军副将杨东虎，我认罪。魏北军百夫长王福田，我认罪。这世上已无魏北军，你却执意跟着本王，宁愿活在这种地方。本王一定会带你，带他们离开这里，活在阳光下。这个香囊应该可以让他睡得好一点吧。
王爷。啊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喝酒了？你别动！你在幻觉里就是这么对本王的，凶得很。怎么喝这么多啊？当然要凶啊，不凶是会被人欺负的。那你那么凶的人，不也怕你阿娘啊？我阿娘她总想让我嫁人，她着急把我赶出去。哼，你不想嫁人？主要是赘婿不好找啊。为什么非要找赘婿啊？因为我阿爹常年在外面打石头，家里面只有我能照顾我阿娘。我本想照顾我阿娘一辈子，所以怕是因为在乎。那你怕本王吗？本王还记得第2次你见本王的时候，就咬破了本王的嘴巴。那这样，若是王爷计较，王爷可以咬回来。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说话就来找本王。甘宁一个侍郎，竟然敢设局构陷皇子，太子，你可知？皇上息怒，此案若不是因为太子殿下，恐怕不会这么快真相大白。殷将军，请起。谢皇上。西燕探子一事没出乱子，微臣为君分忧，责无旁贷。好，此事尽快结案。甘宁秘密出斩，至于那些美人，少不得要安抚一番。总之切勿张扬，引起两国嫌隙。皇上，也可平息流言。好，那就照殷将军的意思办。臣遵旨。臣告退。朕看到甘宁的胆子是向东拱介的，底下的奴才都是见风使舵的人。你若不是存着忌惮老三的心思，甘宁敢陷害皇子表忠心？即刻让贤。太子，你身上担的是大燕未来的江山社稷，朕对你的期待，自然要比老三多。老三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做事荒唐些。你作为大哥，要多担待。皇上允了将军自主择婿，便是希望将军能按照自己的心意选。本王是真心实意的爱阿美，自然舍不得她受半分委屈。洛梅。
王爷，王爷，西燕探子之事算是彻底解决了，太子也算是自食恶果。听闻在延明殿一直磕头，父皇就原谅他了？哼，这些都是刘忠刘公公亲口告诉我的，而且他还吩咐了之前所有的美人，无诏不能出入鸿胪寺。青燕以为皇上这是在提点王爷。这父皇怎么又乱点鸳鸯谱啊？吩咐连秀带到梅林分封入府，以侧妃之礼相迎，最好能让父皇他断了赐婚的念头。是。这双林苑是不是小了些啊？好，除了王爷的占月阁，就属双林苑最大。况且双林苑离占月阁最近，阳光最好。就双林苑吧，坏了规矩，总是不好的。殿下是最不讲规矩的人了。留着吧。大司农的花奴前不久刚培育出几株豆绿牡丹，皇上也赏了景王府一盆。王爷若是喜欢赏花，本王就喜欢这些死不了。入土即安家，荒年充饥，盛年簪花，可比那些什么牡丹强多了。很久没见王爷这么开心了。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，待到我们扳倒太子，再还给你。想跟你阿娘说话，就来找本王。你是在担心我，是不是？梅林姑娘，该喝药了。刘嬷嬷，哎，蜜饯。王爷说了，这几日啊，姑娘便能尝到味道了。这几支蜜饯是王爷特意吩咐备下的，给姑娘压压苦味儿。多谢刘嬷嬷。再有几日啊，就分封了。姑娘啊，到了王府谢王爷才是。等我味觉恢复了，我第一个告诉王爷。那我先退下了。好。将春花吹散，梦被凉了一晚，心事破碎成漫天星汉。若命运太不堪，我深陷于泥潭，爱无可奈何坠入深渊。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，
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，是奢望，是幻想，是被熄灭的光。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，那还是一场无止境的流浪。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，是奢望，是幻想，是被熄灭的光。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，那还是一场无止境的流浪。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，是奢望，是幻想，是被熄灭的光。是奢望，是幻想，是被